周二，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发表其上任后首篇网志。邓炳强指出，香港国安法威力有目共睹，令暴力行为锐减，不少昔日的港独势力领头羊败走香港。邓炳强还表示，保安局及下辖纪律部队会时刻做好准备，配合国家策略，不断提升执法及协调能力，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应对治安挑战。乱港分子黎智英创办的一传媒上月17号停牌，旗下的苹果日报因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被香港特区政府冻结3个户口，涉及1800万港元。同时，一传媒及苹果日报多名高层，包括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被捕。苹果日报于上月24号发行最后一份报纸后宣布停刊，网页版则在同月23号晚上11时59分停止运作。周三，香港区域法院对前年在港铁沙田站发生的袭警及暴动案作出判决。2019年9月初，大批暴徒在香港沙田站包围警员并冲击控制室，涉案3名被告被控暴动罪、袭警罪及管有攻击性武器等多项罪名。法官郭启安判刑时指，被告公然暴力袭击警员、冲击控制室，案中情节非常恶劣，法庭不会容忍。3人被判入狱1年至3年9个月不等。在另外一起案件中，40岁的被告吴伟豪，2019年11月2号在元朗停车场被搜出汽油炸弹，之后在其工作的货舱内再搜出100公升汽油及制造汽油弹的材料。法官引述专家的报告指，这些汽油足以制成300支汽油弹，令人啧舌，最终判其监禁5年。周二，新上任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发表网志指出，近年有反中乱港分子利用曾经存在的选举制度漏洞，破坏香港的宪制秩序，企图瘫痪立法会的运作，阻挠特区政府施政。2019年年中开始，黑暴在香港肆虐，外部势力及其在港的代理人兴风作浪，并利用媒体以软对抗的方式美化暴力，灌输港独意识，荼毒年轻人，将他们推进犯法的深渊，最终催生了极端思想和行为，以致本土恐怖主义。在外部势力推波助澜之下，香港甚至一度出现颠覆势力，以所谓的蓝潮妄想能够胁迫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邓炳强表示，去年6月香港国安法实施，令暴力行为锐减，至今超过130人因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及相关罪行被捕，当中超过1半已被检控。今年3月，国家再次为香港出手，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堵塞以往的选举漏洞，确保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保障700多万香港市民的福祉。邓炳强强调，保安局及辖下所有纪律部队不会松懈，会继续时刻做好准备，配合国家的策略，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应对治安上的挑战。目前，保安局和辖下的所有纪律部队上下一心，准备就绪，全力以赴守护香港，以迎接即将举行的3场重要选举，以及特区政府回归祖国25周年相关活动，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顺利进行。邓炳强还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除了超过130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外，不少昔日的港独势力领头羊败走香港，逃避法律责任，或宣告退休，或无耻地宣称与港独无关。战中3丑之一的陈建明周二声称自己已到台湾，他将在台湾政治大学担任1年的访问教授，并教授所谓社会运动等课程。外界预计，陈建明到台湾担任访问教授只是幌子，不过是为了落户台湾铺路。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多名政法界人士表示，陈建明在香港以各种歪理扭曲下一代，疑惑至今，而其服刑之后的种种美化违法行为的言论，更暴露其至今没有悔改，令人担心他赴台后是否会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继续散播反中乱港主张。他们强调，香港国安法具域外效力，若陈建明在台违反香港国安法，也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按照香港国安法的规定呢，第37条明确规定，香港的永久居民、公司、法人等一些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外实施危害香港国安法的犯罪行为，也会受到这个法律的管辖。
近年来，尤其是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台湾已成为香港黑暴分子窝藏的主要地点之一。台湾之所以成为乱港分子的目的地，一大原因就是在修例风波期间，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为赚取政治利益，曾多次表示支持所谓的抗争，并且承诺将不遗余力提供所谓政治援助。但一直以来，蔡英文都只是口头上在行动，根本没有开展任何实际上的措施。据港媒报道，大量参与黑暴的港人窜逃台湾后生活坎坷，基本上整天无所事事，只靠微薄的生活津贴度日。据台媒报道，这些黑暴年轻人很多时候每天只能吃一餐。他呢持的态度就是用完即弃的态度。实际上呢，香港的反中乱港势力当中有不少人，实际上是台湾呢跟台湾的台独势力是密切勾结着。他们这些人只有在香港才能够发挥作用，他们跑到台湾去，他们呢就的影响力大减。台湾呢，当局呢认为这些人呢这个利用价值大幅下降。在香港问题上，境外势力并未收手。去年香港国安法出台后，美国政府就想方设法借此打压香港，恐吓在港外国企业。上周，拜登政府又无视商业呼声，炮制了所谓的香港商业警告，这让不少在港媒企感到担忧。香港美国商会会长塔拉约瑟夫近日接受了多家港媒以及包括《金融时报》在内的外媒采访。约瑟夫直言，香港仍是国际企业营商的好地方，至今看不到在港注册媒企数量大幅下降，商会也不建议媒企撤出香港。We are certainly not advising companies to withdraw from the Hong Kong market. Hong Kong is still a very good place f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Despite the changes that we've seen, Hong Kong still has an excellent infrastructure. It has free flow of the internet. And when it's not COVID, Hong Kong has great connectivity to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of course, it has connectivity with mainland China, which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market for many different sectors. 香港美国商会已经在香港经营并蓬勃发展超50年，拥有1400家会员企业，涵盖从金融服务到法律、物流和房地产的各行各业。在财富500强企业当中，有超过90%企业都在香港设有办事处等机构。商会刚刚还在香港中环购置新办公地点，希望以此促进对话和交流，倡导公开透明、信息自由流动、法治和良政善治。商会上周六发表声明指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仍然是东西方贸易和资金流动的重要且活跃的推动者。面对近年来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商会表示支持其会员企业应对挑战和风险，同时也继续抓住在本地区的商机。政治用意就是想通过打香港牌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他并没有考虑到驻港企业的利益。实际上，香港的这个美国的商会这些企业，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香港的发展前景和对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投下了这个支持的一票。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我们再来看香港态势：一是战中三丑之一的陈建民去台湾交社运了；二是苹果日报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宗被捕。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些事儿？这说明香港国安法的牙齿锋利仍然在紧紧地咬着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行为。去年6月底，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至今超过130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以及相关的罪行被捕，当中超过了一半已经被监控。那么，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国安法的震慑下，不少昔日的港独势力领头羊败走香港或者宣告退休。有的则继续受到法律的追击，令暴力行为锐减。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这战中三丑之一的陈建民逃往台湾，看待前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林文宗被捕，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香港国安法要追击的极少数。那么这样也说明这个香港的警方在进行严格的国安执法，那些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从事恐怖活动、勾结外国干预势力的人，不管怎么躲、怎么藏，一个也不会放过。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